保持初心。青年学子在学校的时候，对未来常常怀着憧憬和理想，本着自己的兴趣，想着未来能够干出一番大事业来。但是进入社会之后，被社会这个大染缸污染了，渐渐失去了当初的理想和抱负、兴趣和志向，开始以利益为目标，可以为了利益牺牲自己的理念，甚至不择手段出卖自己的人格。这个时候，人是完全迷失了自己。旁边如果有好朋友，或许会提醒他应该赶快回头，保持初心去做事。社会是一个大染缸，因为在这里面有权力、名利的诱惑，或是因为生存的竞争太大，人为了生存，所以不择手段。一个人在世界中迷失了自己，所付出的代价太大了。耶稣说，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或许有人觉得出卖自己和所获得利益相比，算不得什么。这是因为在他们的世界观里，他们并不敬畏神。他们认为在现实世界里的利益，远远比神的公义还重要，因为现实是触手可得的。但是所谓的神，或许还是个未知数。所以这是在挑战人对神的认识有多少。如果对神的认识够深刻的话，那么就知道神比现实世界还更真实。人除了今生之外，还有一个永恒的审判。所以耶稣说，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不要怕他们；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，真要怕他。宗教世界和世界一样，都有权力、名利的诱惑。法利赛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迷失了自己。可怕的是，他们完全不自知，才会取笑耶稣。但是耶稣说，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，你们的心神却知道，因为人所尊贵的，是神看为可憎恶的。基督徒千万不要幸灾乐祸，因为我们面临同样的试探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启示录中要写信给7个教会。以弗所教会看重道德，但是却把耶稣抛在脑后。别迦摩教会爱世界，推雅推拉教会爱神秘主义，这些都是在用其他东西取代耶稣自己。这种状况到现在依然存在，只是被修饰包装得更不容易察觉。在这末世，这些试探和伪装越来越多。耶稣说，你们要谨慎，恐怕因贪食醉酒，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。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，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。你们要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，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。要警醒，要祷告，要保持初心，才能安全地走回天家。